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在 MSI 的时候是学到跟强队的那个营运方式，跟他们不同的小套路，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东西。Big jump in, stun's gonna land, exhaust, more autos will kill him, and Gala takes him, and on the way back out, Ignite is timed out, stun's gonna land on Kaiwing, can he get the damage? Rocket jump for the slow, gets him, and the flash to safety, Kaiwing! You magnificent player! 我自己觉得 MSI 的对手强度跟 PCS 的对手强度最主要是差别在 MSI 是每个赛区的第1名才能去得到的，他们在每一条路都是非常的优秀，跟可能配合的蛮好，才能去参加 MSI 的。Maple's available on the flank. Kaiwing trying to go in. Carzzy's being caught. Nicely done by PSG Talon, picking off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on the Mad Line. The go-go gadget arm there. The max range hook from Kaiwing. 我觉得我们从 MSI 回来后，适应的 PCS 适应的需要再多一点的空间，因为我们在 MSI 的时候是跟Doggo 去配搭的，然后Doggo 跟 Unify 他们两个是不同风格的选手，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调节一下我们的自己的节奏，本来队伍的节奏。Bottom lane they want to play around it, but they're not there in time. Doggo flashes over the wall, but Doggo is down. 我觉得这一次 MSI 我跟 Doggo 的默契配合，从一开始没有很深，到慢慢的变得。算是经历了蛮多的一个默契吧，因为我们一开始可能我本来跟Unify的 style 跟 Doggo 可能没有很搭配，所以变成是有一些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我们后面慢慢磨合起来的时候，变成意见渐渐的变成统一的时候，我们在比赛里面就会发挥得更好。对于再次跟Unify搭档。感觉到还不错嘛，因为很久没看到他了，快2个月了，有点想他。对于这一次搭档的话，就是也是回去我们本来一直以来的搭配的那个节奏吧。我们第1周的战绩是4比0，我认为我自己第1周的表现没有达到很好，就是有不小的机会给对面抓到了。我觉得我们第1周整体队伍的表现的话，我觉得需要再加强一下我们的沟通跟，对，最主要是沟通方面吧，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沟通，变成是出现了蛮大的误会，让对面抓到我们失误的机会。下个礼拜我们要打 Leopard、JT 跟 IMP， 我最想要报答J-Team 吧，因为我很久跟东山没有聊天了，就是在游戏里面跟他进行激情的交流吧。打一波，想杀哈拉比但没死，有换掉，靠命收下。在另外一边一炮进来 ，Maple 要点死 Rest 了。完全都在 PSG 的掌握之中。人直接被突然一个闪现过来抢碎，但有个李信从左边来，踢进 Maple combo 接近 Maple 交了一个惊人。但后面等待起来的瞬间就是要斩杀，但还没死 Maple 有机会回到塔下，被晕住的 Mission 倒地，后面的 Hana 跟不了伤害 ，Maple 活了，反而是 Mission 倒了。当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出场率的英雄都被那个时候其实都是预想之类，因为现在红方的话就有某一些英雄是固定吃边的，所以预测是比较好做的。当我看到他们选雷欧拉去打我们的瑟雷西跟阿菲利欧的时候，我当时候也是预测之类，因为也是没有办法，也只能用雷欧拉去打。还是全被推的 PSG 3条路线，3条路都在推啊，这完全是给到 River 最舒适的空间呐。我觉得这场打追 team 的自身关键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发挥都还不错吧。譬如说，我觉得River 前面进去打野1打1就是成功把红抢了，然后
成功限制对面打野的路线，然后中路、上路跟下路的对线也玩得还不错，所以变成是有优势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剩下的小龙团跟先锋团都是处理得蛮好的。人数还是快的，明显被留住，靠着阿德二段搭配了瑞斯的推，成功救了回来，但瑟雷西的一勾。留住，上面还有个 Maple 连续接闪现，连续的追击，进到了红 buff 的池子里 ，Rest 在劫难逃，最后要被普攻给点死、烫死了。我觉得任务有做到了，可惜这真的经济差太多了。准备恭喜 PSG 最后的一波，但满状态的 Unify 轻松的点掉主堡。大家喝一口水，我们这把比赛又是很简单的完结，恭喜 PSG 6胜0败，60开局啊！我对于 IMP 的 Moonbat 选手。就是评价也蛮高的，因为我觉得他血鬼玩得蛮好的吧。他的英雄其实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很常不玩主流的英雄，就是玩一些偏的英雄的。这里是有克雷德的冲啊，往前 ，Unify 很难走，直接被 Moonblack 给击杀。哇，我觉得这个头如果可以分给 Blaze 的话，应该不错。Moonbat 选的克雷德其实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就是有点惊讶的，没想到他直接能先选了，就是看起来他这样选到就是对他蛮有自信的英雄吧。我觉得 Moonbat 的克雷德在比赛里面发挥的蛮好的，就是让我们蛮大的压力的，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打团的时候或是去上路下路去抓人的时候的时机都做得蛮好的。换下去，好痛哦 ！Moonblack 是有一次换2只的本钱的。我觉得打 IMP 来吧，最关键的点就是Maple 他蛮稳定的吧，玩的就是他用那个LeBlanc 就是有限制到对面输出的英雄。Unify 的伤害，再拿一个 double， 瞄准一个 triple， 但这个人头是被 Maple 给 K 掉。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PSG 塔隆在今天的第一把比赛击败了 Impunity。在打 BJD 这一场，我选择了瑞空。瑞空是我蛮喜欢玩的英雄吧。我认为瑞空的英雄，他的优点是，如果对线没有发生太多意外的话，他的会战就是会比其他的辅助来得更有用。想要先闪现过墙，因为左边 PSG 的人在找他打球，找你打球，打球了，给灯笼插眼，插眼，拉不到，被砍死了。1500、1000，哎呀，巴龙被拿走了，阿兹这个 TP 绕后踢了进来，想要来收 Unify 出攻，然后勾到的是对方的戴安娜，戴安娜一招直接打在阿纳奇脸上，但前排已经被秒掉了。后面威尔哥先行的变身，然后往敏智脸上招呼过去，敏智的 R2 冲过来，想来说戴安娜这个 River 一次吸全部人，然后再切着的是破行者的大绝，威尔哥全员收割 ，River 拿了一个 Triple Kill。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赛已经快打了2周了嘛，然后我们整体的队伍状况算是越来越好吧，比起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队伍在未来时间里面会不断的从我们的失误里面、失败里面去成长吧。我们下个礼拜打 BME、HK、BYG，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状态能够保持好的话，就应该基本上就是都能稳稳的拿下来吧。